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这个偷遗体或者说买尸体啊，就是配阴婚，是过去啊一种极端的这个习俗。那这种习俗他认为啊，如果一个未婚的男子或女子去世啊，他们的这个在阴间啊，就死后的世界会孤单无助，因此啊需要通过举行阴婚来给他们找到一个配偶，以确保啊他们在来世也能有一个家庭。所以这方面这个还拍过不少电影啊，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呀，觉得距离现实是太远了。那即使在封建社会啊，缺乏法律约束啊，封建思想盛行的时候，你要是偷尸体，一旦被抓，那也是大事儿，因为死者为大嘛，对吧？这是对死者应该说家属是极大的这个不尊重。但是啊，如果啊你是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去世的青壮年啊，某种意外去世了，你的魂魄出窍，用网文的话说，你在殡仪馆高高的飘着，看着那些穿着白大褂的拿着电动工具的畜生啊，极其粗鲁的将你大卸八瓣，比那些豺狼虎豹一点也不差。豺狼呢只吃你的肉，他们连骨头渣都要。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知道我要说什么了，这他妈说实话我也没法信呢都。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啊，那些更匪夷所思的事儿，我也开始慢慢相信了啊，你懂的啊。这个山西奥瑞公司啊，就是非法获取遗体用于生产同种异体骨植入材料这个案件啊，这个事儿你说有多离奇？可能这个半年前的案子就办得差不多了，一丝消息都没有透露出来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之后，美国这个 CIA 啊，可能要加大投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的保密工作做的是太他妈好了啊！那昨天啊才由律师公布，所以你看看，为什么说这个社会的精英会是律师呢？还是有它道理的啊！这个社会的先进生产力代表啊，绝对不是你经常看的那些狗屁倒灶的玩意儿啊，而是这些有知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次死亡60人的事故都被奥运给冲淡了啊！成千上万人的遗体被偷呢。如果这个还上不了头条，这14亿人完了啊！蓝星出名吧啊，或者是直接转入兽级啊！那些掩盖真相的都不是人。那么好在呢，还有的人是人啊，说的就是你啊！如果你不想当人，比如说准备给我这个视频限流，你现在犯的就是平庸之恶，这在孟加拉呀会被死全家的啊！这个奥瑞公司啊，他涉嫌的从2015年到2023年期间8年啊，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数千具遗体，并从中获取了巨额的利润啊！通过这个统计啊，累计月收入达到了3.8亿元。那根据公开的案件材料呢，山西奥瑞公司通过购买伪造文件和不当处理遗体方式获得了大量的原材料。这个山西奥瑞公司啊，又名叫什么呢？叫山西医用组织库啊。那么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呢同种组织植入材料的开发研究、生产制备和分发供应。那么这个公司啊，它非法获取遗体的手段呢，包括从四川、广西啊、山东啊、贵州这地方购买遗体和残骸，云南啊。那么对于这个把这些材料呢用于原材料啊进行生产。那么他们在购买这个和生产过程中啊，对非法获取的尸体啊进行粗暴的肢解、剔除皮肉、清洗、辐照处理。同时呢，这个山西奥瑞公司啊还伪造遗体支援的这个捐献记录、登记表、检验报告啊这些材料，证明遗体的这个合法性和安全性，并且组织员工啊假冒家属签字，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让我想起了这个会的这个代表签字啊。另外呢，这个公司还支持员工前往四川恒普公司啊、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啊这些地方，对尸体呢进行筛选和处理，然后将预处理的尸骨呢运回公司入库保存。
那么全部的涉案单位啊，包括山西奥瑞公司、四川恒普科技有限公司啊、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学院的这个肝脏病中心、广西桂林医学院、广西桂林市殡仪馆、广西平乐县殡仪馆、广西永福县的殡仪馆这些单位。另外呢，还涉及这个疑犯啊苏某某所控制的云南水富市火化厂、重庆巴南区火化厂、贵州实谦县火化厂还有四川大英县火化厂。所以啊，这个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山西奥瑞公司的实际运营人李宝兴呢，他是一名资深的科研教授啊，所以和我们这频道又有点关系嘛，也沾点科学的边嘛。他在1999年啊，在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这个基础上呢，成立了山西奥瑞公司，并担任总经理。这个李宝兴呢，利用自己在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第8研究所所长的这个身份和影响力，聘用该院职工和到公司任职，然后呢，主导这个公司的生产经营。这个李宝兴专业从事这个人体解剖和组织胚胎学研究，是博士生导师，获得过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1等奖，还有全国劳模的荣誉。所以呢，这个事出来之后有人就问这个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后边这个单位奥瑞公司和你们什么关系答复说毫无关系。但是你看看这个地图，一片鬼呢是吧？那些被分尸的鬼绝对不会饶了你们这王八蛋。他们看看他办公都在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山西奥瑞公司通过非法手段获取遗体，用于生产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那这些材料在医学中呢是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的。这个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主要是用于牙科、骨科和颅面外科领域的这个骨缺修复的这个治疗虽然是同种异体骨，具有一定的这个免疫的这个免疫原性可能会引发排斥反应和并发症，但是由于这个自体骨来源有限而且呢需要额外的这个手术创伤，它还是具有这个骨缺这个修复的一种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修这块，你要从另外一块打那块骨头补上，那是吧？但是呢，这个山西的奥瑞公司它整体这个行为呢，它是严重违反了法律和道德准则。根据中国法律以盈利为目的获取、买卖遗体尸骨行为，可能构成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和骨灰罪。那么最高判刑呢是3年有期徒刑。所以这个行为不仅是违法，还对社会的道德和伦理产生了严重的冲击。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法律是有重大问题的。大家知道中国正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像这样违反人伦的行为，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法律已经不起作用了，应该交给联合国，给全世界人一个警醒这个同种异体骨移植它的这个临床需求是比较大的但由于缺乏这个完善的这个人体捐献的这个组织库材料来源有限另外呢，企业出具的这个同种遗体骨的来源呢很难追溯验证，可靠性就成了一个大问题。那除了这个山西奥瑞公司之外国内像上海亚鹏生物技术、四川恒普科技、天津金邦尼泰科的公司都有相关的产业获批，有资质，但是总体供应呢仍然是不足。那么医生常常只能从患者自身材料取材，或者使用人工材料。那近年来呢，这个人工骨材料的应用凭借着这个它的性能优良应用广泛的优势呢，正在逐步取代这个同种异体骨，成为骨修这个骨修复材料的这个主流趋势用人造的来代替。另外呢，在干细胞治疗领域这个干细胞和生物材料结合，在骨科治疗中呢也展现出了一个巨大的潜力。那么干细胞和生物材料结合呢它能给这个骨组织工程提供新的这个解决方案。大家知道干细胞技术不仅能够促进这个骨的愈合，而且呢还能减少这个免疫排斥反应和其他的这个并发症，同时呢还不存在伦理问题，是吧？那这些技术的进步就给传统的治疗方法提供了有效的替代方案前面我们多次提到过这个叫什么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
啊，这个词儿，这个同种异体骨植入材料就是指取同一个物种但不同个体的骨组织，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处理后用于临床治疗的这种骨移植材料。这种材料呢，主要是来源于这个骨，就是大腿骨头、背骨、肱骨和颌骨啊。与自体的骨头相比呢，同种异体骨克服了来源的有限，需要额外手术创伤的缺点。它被广泛应用于像牙科、骨科和颅面外科领域用于修复骨折、延迟愈合不愈合、畸形愈合以及肿瘤切除后的这个骨缺损。缺块骨头，用别人的骨头来补一下。还有一个重要的词呢，叫免疫原性。免疫原性就是指某种物质引发机体免疫反应的能力。那么同种异体骨植入性材料，由于来自于不同的个体可能引发受体的免疫排斥反应。这是由于受体的免疫系统识别移植的骨组织为外来物，因而就启动了这个免疫防御机制，可能的导致移植的这个骨组织呢，不能很好的融合到，或者是被它的这个机体排斥。因此在移植这个手术中呢，通常需要对同种异体骨进行特殊的处理，以降低它的免疫原性。所以这个事儿的结果不仅仅是抓了75个人，大家想想，是无数人已经使用了盗用的遗体材料植入到了自己的身体中。我靠，你想这个事儿我就恶心那这个案件为什么和这个防辐射有关呢？山西奥瑞公司的实际运营人李宝兴呢，曾经是这个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的研究所的所长。这可能就为他在成立和运营山西奥瑞公司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持和资源。那这个案件里边提到这个辐照处理就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辐射技术对同种异体骨材料呢进行灭菌和去除这个免疫原性。辐射处理是一种常见的这种生物材料的灭菌方法，可以有效的杀灭病原体，降低材料的免疫原性。所以这种技术在医学材料的应用中还是比较广泛的。而李宝兴的背景可能呢，就使得这个山西奥瑞公司在技术应用上更具优势。那我们是一个科普频道是吧？我们就多角度来谈一下这个话题。那么现代医学技术除了遗体捐献之外，有没有其他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呢，现代医学技术它的进步就为这个骨缺损修复提供了多种选择除了传统的遗体捐献和同种遗体骨移植之外呢，我们前面讲的几种也是重要的替代方案，就是一个就是人工骨材料。人工骨材料呢，就是近年来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替代方案这些材料呢，可以通过合成或者半合成的方式来制备常见的包括呢，就是羟基磷灰石，朋友们，羟基磷灰石磷酸钙陶瓷和生物玻璃。那这些材料具有优良的生物相容性和机械强度能够在体内逐渐降解并被新生骨组织取代。此外呢，人工骨组织材料的可塑性可加工性也是它们能够被设计成各种形状和尺寸，适应不同类型的这种骨组织缺损。再一个就是前面说的干细胞治疗。这个干细胞治疗在骨缺损这个修复中是展现出比较大的潜力的。干细胞呢，具有自我更新和分化多种细胞类型的能力，能够在适当的条件下呢，分化成骨细胞软骨细胞等等那么在这个骨缺损修复中干细胞可以与生物材料结合使用，为新骨的形成提供支持。那干细胞它的来源多样，比如说骨髓脂肪组织和肌带血都可以。那其中呢，脂肪来源的这个间充质干细胞因为获取相对简单，而且呢免疫排斥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再一个呢，就是生物材料和再生医学再生医学就是利用生物材料和生物技术来促进组织的再生和修复。通过这个结合生物支架、细胞和生长因子，生物材料呢能够给细胞提供生长和分化的这个支持环境。在骨组织的这个工程中生物材料就不仅提供这个结构支撑，还能够作为药物释放系统呢持续的释放这个生长因子和促进这个骨的再生。那再一个呢，就是 3D 打印技术。
啊，那 3D 打印啊，因为在这个个性化医疗中啊，应用不断扩大。那么在骨缺损的修复中呢，3D 打印啊，不仅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结构啊设计和制造符合他需求的这个植入物，是吧？那么这种材料呢，还能够呢提高植入物和缺损部位的匹配度，改善治疗效果。那通过结合这个生物材料 3D 打印的这个植入物呢，能够支持新骨的生长和整合。另外呢，就是组织工程了。组织工程就是利用细胞、支架材料和生物活性因子呢，来修复和再生组织。那么在骨缺损治疗中啊，这个生物组织工程方法能够在体外培养出与天然骨相似的组织，然后移植到体内，以促进这个骨愈合。那这方面的关键啊，在于选择合适的细胞这来源和支架材料，以确保呢移植后啊能够良好的整合和发挥性能。那最后一个就是基因治疗，基因治疗啊，通过改变或者修饰细胞的基因来表达，促进组织再生和愈合。在骨缺损的修复中啊，那么基因治疗呢，可以通过引入特定的基因来增强骨细胞的再生能力、活性，促进骨组织的再生。那尽管这个技术啊还处于研究阶段，但是它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将来呢是有望啊为这个骨科疾病提供新的这个治疗途径。所以这个现代医学技术它的发展啊是为这个骨缺损修复啊，它是提供了多样化的这个解决方案的。当然了，这些方案都比较新，是吧？相信未来的这个骨科治疗呢，将更具有个性化和这个创新性，给患者能够提供更好的医疗体验和售后愈后啊。那么所以总的来说这些案件提醒我们在医学材料这个使用和管理上需要更加的严谨和透明。同时呢，也需要加强对公众的这个教育，增强社会对捐献和使用人体组织的理解和信任。那在这个事件中这个监管机构形同虚设可以说令人震惊。就是面对企业的这个违法行为，相关部门的监管和惩处措施显得苍白无力。你看这个山西奥瑞公司的行为之所以长时间的得以隐蔽，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制约。我不相信这个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里边这些人他不知道，是吧？这种情况不仅严重的威胁了公众健康安全，也暴露了很多的深层次问题。现在呢，这个盛世在面对企业的不法行为的时候，往往表现出无所作为，导致类似的案件是屡禁不止。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事件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深刻的揭示，更是对中国医疗行业诚信的一个严重打击。你都不知道你安的那块骨头是偷的还是怎么来的。所以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入手，强化这个监管机制，提升透明度，必须加大对这个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前面说过，判3年才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根本上保护民众的这个健康安全，恢复老百姓对这个医疗体系的信任。那怎么改呢？不知道但是很多领导干部你应该多看看宋时星语，看我们视频是个有效的提升途径。大家说对不对好的，这就是关于山西奥瑞公司的消息，跟大家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